一艘古老的木船顺着长风，正破开万顷波头，驶向天边那一片云雾缭绕的海域。船上的人不知道，前方的海平线之外，藏着一个又一个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国度。有一个国家，买东西的人嫌卖家要价太低，硬要多付钱。有一个国家，男人在家里相夫颤足穿耳洞，女人在外头做官打天下。还有一个国家，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和气的笑，可只要掀开他后脑的头巾，底下藏着的竟是一张青面獠牙的恶脸。你以为这是英国人写的《格列佛游记》？不，这是200年前一个中国读书人凭着满腹经正和惊人的想象力写下的一部海外奇幻游记《镜花缘》。他表面在写光怪陆离的海外奇国，骨子里却是一面照妖镜，照出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荒唐。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200年前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这部书竟然用整整一半的篇幅去歌权100位才华洋溢的女子。今天20分钟，我带你登上这艘船，去游历李汝珍笔下那些奇幻的国度，赴一场迟到了200年的才女的盛宴。要读懂这部奇书，得先认识写它的人——李汝珍。李汝珍是清朝中期的一个读书人，学问极其渊博，英语、算学、医卜、星象、琴棋书画几乎无所不通。可偏偏他在最看重的科举这条路上不得志，一辈子只做过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个满腹奇才却无处施展的人，最后把他毕生的学问、想象和一肚子对世道的看法，全都灌注进了这一部小说里，花了10几年写成了《镜花缘》。这个故事是从一场天上的醉酒开始的。话说武则天称帝，有一年隆冬大雪，她在上院饮酒赏雪，一时兴起，醉醺醺地下了一道荒唐的诏书，命令御花园里所有的花必须连夜统统开放，好让她明天一早来观赏。她在诏书里写下：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花，你们今晚就得给我全开了，别等到天亮且起寒风。百花是有定数、有时序的，什么季节开什么花，这是天理。可武则天一介人间帝王，竟要凭着一时酒兴，逆着天时，硬逼百花齐放。掌管天下名花的百花仙子那天恰巧不在天宫，外出赴会去了。底下的众花神不敢违抗帝王之命，又一时请示不到主子，慌乱之下，竟真的让百花在隆冬一夜之间违背时令，统统开了。一场弥天大户就此炸成。话说那百花仙子一回到天庭，方知自己惹出了滔天大祸，悔恨不已。玉帝动了天威，降下罪责。百花违反天时，擅自犬放，众花神难辞其咎，要把他们下凡历劫一遭，到人间走上一回。于是这位总司天下名花的百花仙子，连同他手下那99位花神，一齐被顺产到灵间，托生成了100个凡间女子。而这100位女子个个都不是凡品，她们是花的精魂所化，所以个个生得聪慧灵秀，才华绝世。百花仙子自己则投胎成了本书真正的女主角，一个叫唐小珊的女孩。你看李汝珍的构思有多巧妙，她把这100位才女的来历安排成天上的花仙下凡，这就等于从一开始就告诉你，接下来你要看到的这100个女子，她们的才情，她们的风骨，本就是天地间最灵秀的精华所种。这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把女人才华死死压住的年代，是一个何等大胆又何等浪漫的设定。整部《镜花缘》的下半部，就是这100位花神才女在宁间重新聚首，各展才华的故事。而上半部则先带我们出一趟海，去看看这林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出海的
是唐小山的父亲，一个叫唐敖的落地秀才。他心灰意冷，索性跟着做生意的小舅子林之阳和见多识广的老舵手多九公一同泛舟海外，散心游历。他们遇见的第一个齐国叫君子国。一踏进君子国的地界，三人就看傻了眼。这里的人个个谦和有礼，街上是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种田的把田界让给邻居，走路的主动给对方让道。他们亲眼看到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在市集上，一个买东西的差役正跟卖货的摊主在那儿争得面红耳赤。可他们争的跟我们完全相反。那个买主嫌东西太便宜，他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卷般逞价。你这么好的货，怎么只要这么低的价钱？”他坚持要多给钱。而那个卖家呢，却拼命说自己的货不好，不肯多收。你没听错，在君子国做买卖的人，买家拼命想多付，卖家拼命想少收，双方为了不占对方便宜而争执不下。这里的人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整个国家好让不争，把礼让刻进了骨子里。这当然是李汝珍虚构的一个理想国，他借这个处处与我们相反的君子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争名夺利、人人都想占便宜的现实世界是多么的荒唐。他用最温柔的讽刺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比的不该是谁更精明，谁占的便宜多，而是谁更懂得谦让，谁更顾及别人。君子国就是他心中那个失落已久的最美好的人间。离开君子国，这艘船继续在奇幻的海域上漂流，一个比一个离奇的国度接连出现。李汝珍真正的本事是让每一个齐国都变成一则寓言。比如大人国，那里的人脚下都踩着一片云，你以为人人都能腾云驾雾很威风，偏不。李汝珍设定这片云的颜色会随着这个人心地的好坏而变，心地光明磊落的人脚下是一片彩云，而那些心术不正、满肚子坏水的人脚下踩的就是一片谁都看得见的黑漆漆的乌云，想藏也藏不住。在大人国，一个人的品行高下全写在脚下，无所遁形。又比如小人国，那里的人个个只有几寸高，倦而微小，却又最爱勾心斗角、争强好胜，还有满嘴仁义道德，肚子里却男霸女娼的两面国前奏。李汝珍就这样把人世间种种的虚伪、势利、贪婪、可笑，一个一个拆解开来，再放大、变形，安放进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海外国度里。你一边读着新奇好玩，一边回过神来，才惊觉，他写的哪是什么海外齐国，他写的分明就是我们自己。在所有齐国里，有一个国家，李汝珍写的最大胆，也最深刻，那就是女儿国。但李汝珍的女儿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个女儿国不是只有女人，它一样有男有女，只不过男人和女人的角色被彻底的调换了过来。在这里是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侍。男人穿着裙子，涂脂脂抹粉，缠着小脚，待在家里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被当成妇人。而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人束发佩剑，穿靴戴帽，在外头做官经商，顶门立户，是堂堂正正的男人。这一趟轮到唐敖的小舅子，那个又粗又胖、满脸胡子的林之阳倒霉了。女儿国的国王，一位女性君主，一眼相中了他，要把他选进宫，立为王妃。可怜的林之阳，一个大男人，就这样被一群工人摆布。先是被强行刺穿了耳朵，戴上耳环，接着最惨的来了，几个白胡子工人按住他的脚，把他的脚趾使劲朝脚心温折，用白矮死死缠裹，活活把一双天足缠成3寸金轮。林之阳疼得死去活来，书里写他
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缠完之后，脚像被炭火烧着一样，一阵一阵钻心的痛。他喊叫连声，痛不可忍，几次想寻死。读到这里，你大概笑不出来了。李汝珍这一笔何其高明，又何其沉痛。他让一个堂堂大男人去亲身承受妇女被缠足、被穿耳、被当成玩物摆布的全部痛苦。当这些加在女人身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苦，原封不动地加到一个男人身上时，那份荒别与残忍才一下子变得如此刺眼。多九公看着女儿国人的打扮，觉得古怪，可他转念一想，就明白了，在女儿国的人眼里，放着好好妇人不做，却矫揉造作充作男人的，恰恰是我们。原来男尊女卑、缠足为美，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从来不是什么天经地义，只不过是一种偏见，一种被习惯豢养的残忍。早在200年前，李汝珍就借这支笔，替天下的女子喊出了一声响亮的不平。如果说女儿国讽的是陋习，那接下来这个国家讽的就是人心里最叫人胆寒的东西，表里不一，它叫两面国。唐敖他们走进两面国，只见国中的人个个生得和颜悦色，脸上堆满了谦恭的笑容，对人客客气气，看起来再和善不过。可奇怪的是，这里的人无论天热天冷，脑袋后面都裹着一块叫浩然巾的头巾，把后脑勺遮得严严实实。唐敖起了疑心，趁人不备，悄悄掀开了那块头巾的一角。这一看，把他吓得魂飞魄散。那张和气笑脸的背后，里面藏着一张恶脸，鼠眼挖鼻，满面横肉，是一张鼠眼挖国鼻，满脸横肉，青面獠牙的冰圣恶鬼之脸，正吐着毒气，恶狠狠地瞪着人。原来两面国的人是看人下菜碟的，见你衣冠楚楚，有钱有势，他就调转那张笑脸，对你满面春风。可一旦看出你贫寒，对他没用，他立刻收起笑容，露出后脑那张阴森森的恶脸，冷若冰霜。李汝珍写的这样直白又这样狠，你我活了这大半辈子，难道没有遇见过几个两面国的人吗？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些见高踩低笑里藏刀的人，李汝珍早在200年前就替他们画好了像。还有那贪得无厌，自己没有心肝肠肺，却专爱克扣的无常国，一个个齐国都是他剖开来给你看的人性。游历了这么多讽刺世道的齐国，李汝珍话锋一转，要给我们看点不一样的东西了。船行到一个叫黑齿国的地方，光听名字，你大概会想象一个落后野蛮、面目可憎的蛮荒之邦。可恰恰相反，这里藏着全书最扬眉吐气的一段。黑齿国的人因为水土的缘故，个个牙齿漆黑，皮肤黝黑，相貌在唐敖他们看来实在算不上好看。自细见多识广的多九公，起初还有几分瞧不起这蛮荒之地。可就在这里，他们遇见了2个10几岁的黑齿少女。闲谈之间，多九公卖弄起学问，没想到这2个其貌不扬的乡下小姑娘，竟是满腹经正的才女。她们从音云谈到训尊，一句读书莫难于识字，识字莫难于辨音。说读书最难的不在别处，就在认字，而认字最难的又在辨明字音。接着旁证博引，问的竟是些刁钻精深的学问。多九公被问得张口结舌，满头大汗，最后落荒而逃，狼狈不堪。李汝珍这一段藏着2层深意。第一层是替天下的女子拧不平。你看，连这海外蛮荒相貌平平的黑齿国，小小一个女孩子，学问都能把中原来的须眉男子问倒，这分明是在说女子的才华从来不输男人，甚至有过之，缺的只是让他们读书的机会。第2层是讽刺以貌取人。那些在白民国里看起来个个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白净书生，肚子里却草包一个，连书都读不通。反倒是这黑齿国貌不惊人的姑娘，才是真正的饱学之士。皮相与才学往往恰恰相反。其实李汝珍笔下的海外齐国远不止这几个。整部《镜花缘》的上半部就是一幅铺展开来看也看不尽的海外风物长卷，
那里有没有心肝肠肺的无常国？有2只耳朵长到垂在地上，走路得用手捧着的捏耳国？有人人都会飞，却终究飞不出方寸天地的羽民国？有满口知乎者也、迂腐的可笑的俗世国？李汝珍把他一肚子的天文地理、奇珍异兽、拜官野史、神话传说全都揉碎了，画进这一座座岛篱，一个个奇邦里。他借唐敖、林之阳、多九公这3双眼睛，带着我们像看一场光怪陆离的大戏一样，把这人世间的百态都看了个遍。可你慢慢会发现，这一场海外奇游并不只是为了好玩，为了猎奇。每一个齐国的背后，都站着我们现实世界里某一类人，某一种风气。李汝珍真正想说的是，你以为遥不可及的海外奇谈，其实一刻也没离开过你脚下这片土地。镜里的花，水中的月，看着虚幻缥缈，照出来的却是最真实的人间。海外奇游的故事说到一半，话锋一转，回到了一条更深情的线索上，一个女儿泛海寻父。话说唐敖在海外游历的途中，渐渐看破了红尘，最后独自走进了一座叫小蓬莱的仙山，从此不知所踪，再也没有回来。消息传回家，唐敖的女儿，也就是百花仙子转世的那个女孩唐小山，悲痛欲绝。她是个极有主见、极重情义的女子，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己一个女孩子家要亲自出海，去那茫茫的小蓬莱把父亲找回来。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登上了小蓬莱。在那座叫镜花莲的山帘之下，她没有找到父亲的人，却找到了父亲留给她的一封书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她，自己已得道修仙，尘缘已了，要她别再苦苦寻满，又叮嘱她赶紧回到中原去，因为武则天即将开设一场前所未有的女科考试，专为天下的才女而设，要她改名唐坠尘，回去复考，去完成她身为百花之首在云间该完成的使命。一场海上的寻父之旅就这样悄悄接上了那场才女盛宴的引线。于是全书真正的高潮终于到来了，武则天开女科，天下才女齐聚一堂。你想想这个画面有多震撼。在那个女子别识字都被认为多余的封建年代，李汝珍却在她的书里让一位女皇帝正式下写，举办一场专属于女子的科举考试。一道皇榜放下，当年那100位花神转世的才女，从天南海北，从那些奇幻的国度，一个一个现身，应考、高中，最后齐聚在一座花园里。他们在那里饮酒赋诗，弹琴下棋，写字作画，比拼经史，斗智斗才，行酒令，猜灯幑，把阴云、算学、医卜、星象这些李汝珍毕生的学问，化作这一群女子口中笔下的风雅游戏。那是一整场属于女性才华的盛大而狂烂的嘉年华。读到这了，镜花缘这个名字真正的深意。镜里的花，水中的月，美则美矣，终究是一场繁华的虚幻。这100位精才绝颂的才女，最终也大多没能逃过时代夹击女子的悲剧命运。李汝珍既为她们谱写了一曲最华丽的赞歌，又在书名里轻轻叹了一声。这样的盛景，这样的才情，在她那个时代，终究只能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固执的、深情的，把这场本不该存在的盛宴，完完整整的写了下来，留给了后世。好，20分钟到了。今天我们登上李汝珍的这艘船，从海外奇境的国子，到武则天醉神百花，百花仙子水象为百名才女的缘起，一路游历了买卖互让的君子国，藏着恶脸的两面国，男女互换的女儿国，把男人问倒的黑齿国才女，再随唐小山泛海寻父，最后赴了那场武则天开女科，100位才女琴棋书画的盛宴。奇境照见云间，才女照见偏见，这就是李汝珍留给我们的一课。别用皮相去判断一个人一个地方，更别让偏见埋没了任何一份本该绽放的才华。如果这趟镜花之旅让你有收获，记得订阅频道，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下一集我们离开奇幻的海外，
回到金戈铁马的三国，读陈述的《三国志》，看真实历史里的英雄与枭雄。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君子国的互让，女儿国的男女互换，黑齿国的才女，这么多镜花缘里的奇境，哪一个最让你拍案叫绝？我们下集见。